今天这个非常的特别，我们要搭的是镂空的飞机，超好玩。我刚刚说我觉得很像做了60分钟的一场梦，太夸张。他说就在这里，然后我脸一往下，真的就在那里，超爆炸宇宙可爱。嗨，大家好，我是 Celine， 欢迎大家来到西澳潜水第2集。在西澳的前几天，我们去考了当地的船长证照，想办法租到了一艘船，每天用车子把船拉下海，出海看生物、打鱼，算是真真实实体验了澳洲人的当地生活，真的非常特别。但上节的难度对大家来说可能还是太高了，所以在西澳的后几天，我参加了一般游客也可以参加的出海看鲸鱼行程。搭上了动力三角翼，从空中的视角看尼格路群礁，最后往北开10几个小时的路上，停了几个西澳非常有名的景点，用 road trip 结束完美的西澳旅行。对西澳旅行有兴趣的人，就一起跟我开箱这个地方吧。那记得还没有看上集的人要回去看哦。超爆可爱，超爆炸宇宙可爱。刚刚看完金沙之后，大事情要来了，但超赚。今天这个非常的特别，我们要搭的是镂空的飞机，超好玩。我刚刚说我觉得很像做了60分钟的梦，一场梦。公司呢叫做 Ningaloo Discovery， 是我朋友去年去了很多间，觉得还不错的一间。他们的巴士是很可爱的金沙的图案，然后一早就是会像这样子接大家，比较年长的也有小朋友，但是应该是一个适合各种年纪参加的行程。然后这个行程呢要450澳。将近1万台币，是真的蛮贵的，但是我还是决定来参加这个。一过来的路上呢，其实我已经感受到，就是参加 tour 还是蛮不同的感觉。因为像我们的向导 Tash 刚刚一路上30分钟，跟我们解释了超多这边的地理啊、历史，然后包含就是这些大赤鲸。为什么会过来这一区？那这些东西都是如果你自己租船，然后你没有特别去查的话，是不会知道的事情。刚刚他的讲解其实非常非常的完整，然后也说我们一整天有任何关于大赤鲸的问题都可以问他。这个行程虽然听起来贵，但是其实是有含接送之外，也有早餐、午餐、下午茶，然后跟船上的摄影师下水的时候会帮你拍照。所以其实它听起来 CP 值是蛮高的，船也是好的。现在大家要上这个小船，接驳到大船了。哎呦 Hello. OK， 出发了。我很快速的开箱一下这艘船，是有双层的。然后这边呢，就是有很多的座位，楼上有晒太阳的区域，上面是有帮你准备装备的，所以大家现在在试船。那2楼呢，这边有蓝骨头，然后这里可以让你晒太阳。对，然后刚刚是搭这个小船来的，就是真的要记得，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在拍影片的话，西方人就是很多人是不喜欢被拍摄的，所以要先问。If you see a cool fish and you want to know what it is, come and ask me. I'll make something up. No, I'll let you know what it is, and if I don't know, I will let you know that I don't know. 刚刚他做了一个蛮详细的 brief， 然后几乎没有浮潜经验的人也是可以来的，因为他刚刚是从面镜怎么使用，然后蛙脚怎么踢，开始跟你解释的。然后我们现在会做一个
morning snorkeling， 就是它其实意思就是说让你熟悉一下装备怎么使用。珊瑚还是死掉了，我目前没有在这里没有看到那种大片漂亮的珊瑚。This year we had a really bad bleaching event. We had what we call a marine heat wave because the water temperatures were extremely high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it has affected up to 80% of the coral on the Nimbula Reef. 我得到原因了，就是全球暖化。Richard 去年来的时候说这里的珊瑚很漂亮的，才过1年，它们全都死光了。他说现在因为冬天，所以水温有回来一些，可现在他们是正在recover。那你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画面，它应该要是5颜6色的。我赶快去看金鱼，不然我现在好伤心。我们的船长有一个超好的视野，他就可以看到哪里有生物。像大家现在在这个2楼，就可以直接看到下面有什么海龟啊、鲨鱼啊，都可以从这边看到。We have some restrictions around how close we must be to a humpback whale. Now we position ourselves swimming 30 meters away from the whale. If we're in position here like this, and we get the call to swim west, all 4 of us are going to swim like this. And the pilot's going to say, hold there. We're going to stay. And then the whale's might turn again. He's going to say, swim east, and we're going to swim back. 这应该会是我参加过最酷，但是也规定最多的观鲸体验。上面的小点点呢，就是在帮我们看鲸鱼的飞机，会有船长跟飞机去看有没有相对稳定的鲸鱼。如果鲸鱼就是在跳，或者是在就是做一些拍水动作，它们很兴奋，那其实你进去水里面你也看不到它们，就是都会是水花。我之前在东家有经验过，船呢会在鲸鱼前方大概200公尺的地方把你丢下去，然后丢下去之后呢，那个飞机上的 radio 人会跟你说你现在要 stay 还是往左还是往右，他会尽量让你可以就是直接停在那边看到鲸鱼经过，超酷，是用很聪明的方法去预测鲸鱼会经过的地方，然后停在那边看。对，但是他们刚刚也有讲了蛮多也很严格的规定，是你不可以离鲸鱼就是15米内，就是如果它游靠近你，你还要退后。那南半球的大翅鲸，其实它们大部分常年生活的时间是在南极的区域，但是到了冬天之后，南极的水就有点真的太冷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它们就会往北移动，去寻找比较温暖的水，然后顺便在比较浅的地方生小孩。像有一些呢，就会游到东加，就是像我们去年去看的那个东加大翅鲸。那有一些到东澳，有一些到西澳。南半球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可以看到大翅鲸在迁徙的。前年看了非洲的大迁徙，今年又看了蒙古拉瑞斯的大迁徙，然后现在又来看大翅鲸的大迁徙。现在我就是珊瑚我已经看够了，所以开始追求一些季节限定的行程。对，我觉得参加这个 tour 蛮好的，因为这个向导感觉什么都知道，我要来问他很多的问题。蛮有趣的一点是，大家如果要定行程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大翅鲸有大翅鲸的 license， 看鲸鲨有鲸鲨的 license。那这一间 Nimbula Discovery 呢就还不错，它是都有。但是像我们这艘船呢，因为我们参加的团是大翅鲸的团，所以他们会优先去找大翅鲸。但是如果找不到的话，然后又有鲸鲨的消息的话，也会问我们说，那你们要不要改看鲸鲨？不知道今天到底会看到大翅鲸还是鲸鲨，但我都可以，有的话就好了。Tight to your road. Don't get burned by desire.
的路超像又画出来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之前唯一一次看过金沙是在马尔地夫，总之那一次的经验超级差。然后我刚刚完全就是你知道吗？把那个经验给洗掉了。刚刚那次金沙是超级冷静的，就游在我们所有人旁边，然后我们就是很有规矩的在它的左右两侧，真的这样子做，我们就在它旁边稳定的游了超级久。金沙真的超爆可爱，超爆炸宇宙可爱。刚刚看完金沙之后，大刺金要来了，但超赚，因为前面找不到大刺金，所以先发现了金沙，所以我们就看了金沙，然后一上来就发现大刺金的踪影了。所以大家看到我的表情了吗？不用我再多说了吧。他手上拿的是防水袋的 radio， 跟天上的人。在那艘船旁边，好久好久。现在在我们两艘船的中间，一起航行。Oh, there! Oh my god! 哦！现在我们已经要在回岸上的路上了，然后船长就让我们在海上吃个午餐，船上都有饼干、面包、咖啡跟水。你在这艘船上是完全不会饿到跟渴到的。刚刚有点可惜，我好想要再下，因为我都没有真的看得很清楚，然后连相机都没有拍得很清楚。但我必须说，这半天参加这个 tour 的体验是非常好的。我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水很干净的话，那个金鱼真的就是从我面前经过。刚好在这边可以给你们看到一下，这间船公司的船是那个金沙的造型，我觉得很可爱。我这一次今天跟的船家呢叫做 Ningalu Discovery。对，我一开始听到这边的行程一天要450澳币，确实是觉得有点吓人。但是我觉得今天整体的体验下来，老实说，我觉得蛮值得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上次去墨西哥参加了，也是这种出海 day tour 找虎鲸的行程，就整个价值观已经坏掉。那边呢也是大概$250、$300一天的 tour， 但我在墨西哥得到的是一个小破船，但是在这边呢，一样的价格，我得到的是一个双层的游艇，那么舒服还很可爱。然后大家有看到船上有很多的员工，然后他们甚至其实有在用飞机帮忙找，然后飞机的人跟水面上的导潜用 radio 通话，尤其是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那些海洋生物，然后你的旅行时间也很有限，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每天就说什么 every day is different， 然后一直下，就是等到有一天看到的话，我会觉得你蛮适合来西澳这边看金鱼跟金沙的，因为它这边真的是用了一个蛮科技又蛮人道的方式，想尽办法让我们可以100%的看到这些生物。今天唯一的小可惜就是看大翅鲸的时候水太浊了，我没有看清楚，加上没拍好，其他我都觉得很美。我回去要跟我所有的旅伴说我看到金沙了，只有我看到，他们都没有看到，因为金沙它不会喷气，所以你好像真的需要从空中找。我再把我们向导拍的照片贴在影片给大家看。然后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是，这个行程是有附摄影师的，而且他是带那种真正的水下相机去拍。我相信很多人是真的也很想要有这些高品质的画面，可是就没有身边没有那么多摄影师朋友，我觉得就很适合参加这个行程。Now, otherwise, guys, shall we do a very big round of applause for our amazing skipper, Ty? 非常好的一间公司，喜欢，推荐大家来西澳可以找他们出海。
大家现在是在尼格路的某一天一大早，有没有听到吗？有那个鸟叫的声音。现在是日出的时间，然后今天的行程很特别。其实各种小飞机啊，然后热气球啊，甚至跳伞，我全都体验过了。但是今天这个非常的特别，我们要搭的是镂空的飞机，带你们进去看。我选的公司叫做 Bird's Eye View， 来咯，看超帅。So this is like a parachute. It's a hang glider. If you turn off the engine. We're going to turn the motor off and we're going to glide. With no motor. Cool. Yeah, I'm glad you guys are cool. responding well to that. This is actually where your foot sits for the flight. It is a steering pedal. You can see if you look deep into the pod, you can see my pedals are up the front. Okay. Me and Duncan's pedals up the front, and your pedals are connected to our pedals. So when you feel the pedals moving under your feet, you have to relax your legs, and you have to go with the flow. Stand up on the box. Enter the aircraft with our bum into the back seat, and lift your legs over onto the pedals. Okay. Like so. Hopefully, like this. Woo! This is for the pilot. This is for you. At the end. Oh, So when you're flying, when we depart the reef at about the 45-minute mark, yeah, you get a chance to fly the aircraft home for 10 minutes. Okay. 10 minutes, where you actually sway your body left and right to steer. We actually move our aircraft through the sky by moving our weight. Can you pass me the sick bag there? I'll show you. A lot of people have this natural instinct to hang out over the side. Yeah. But that's what you do when you don't have this. Okay. Yeah? If you have this, you've got to use the protection of the windscreen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wind. Drop your head into the bag. OK， 我原本以为我只是来看风景的，结果来到这边发现可以开飞机耶，太酷了吧！看这些飞机都好帅哦。我们选了一个日出场，要飞到尼格路的上空，看看这里的风景。我现在很有在那个跳伞学校的即视感，你们看这边完全的设计也是一模一样，外面是草坪，外面是空地， There you go. 铁皮屋。I don't think we can do anything about it. It's the foggy, it's the condensation. It should clear up once we're up there. Okay. All right, there you go. Come over here, guys. We want you both. Thank you. 拜拜， Bye bye. 天上见。Legs over. OK。 That's it. 那里它只有放一个 GoPro， 没有相机的话，也有一个那个角度的 view 可以看，很棒哎。我这次非常的麦克风。好的，人算不如天算，结果我才刚说完，麦克风就直接掉到衣服外面了。所以这次跟我之前在花莲搭轻航机一样，还真的是什么声音都没录到。没关系，接着就让我直接为大家播报飞行实况。这个起飞的瞬间真的太特别，当时机长帮我播着 Top Gun 的音乐，起飞后往左看就是整片 Exmouth 的日出，整个半岛就这样被染得橘橘的。那虽然我一直说它是小飞机，但它其实有个名字叫动力三角翼，简单来说像是越野车跟滑翔伞的结合。它的上方是三角滑翔翼帆布，下方是座位跟发动机。那因为它是完全镂空的，所以你可以完全感受到飞行中的风吹在你脸上，但又不到像跳伞会颜面神经失调的程度。因为它比一般飞机小，所以又更灵活。机长会带着你在空中钻来钻去，你就想象是在空中坐摩托车的感觉，那个第一次搭的兴奋感是完全无法用言语形容的。OK， 我们回到风景的部分，这趟飞行可不只是看日出这么简单而已。起飞后，机长会带着我们慢慢往西边开，那里才是我们的重头戏。但还没到西岸前，先看脚底下，居然是整片的峡谷地形。我来到 Exmouth 超过1个礼拜都在潜水，居然不知道很多年前这整座半岛是沉在海底的。后来经过很多年的海洋沉积，形成一大片相对脆弱、可被侵蚀的石灰岩高原。接着经过地壳抬升、河流冲刷、雨水侵蚀，才被切出这一条条很深很长的峡谷。哇！如果没有来搭这趟飞机，我还真不会注意到。然后你们有看到吗？另一架飞机往月亮的方向飞去，接着我们就去西边啦。
Yes, very good. Thank you. Welcome. Yay. You're welcome, buddy. 漂亮啊！好玩吗？哎，你有没有感觉飞很快？哎，你有看到大翅鲸吗？有啊，超多的。还有如艮，然后我没有看到芦艮，我还有看到很多 stingray 在那边，我有看到 stingray，超好玩。我刚刚说我觉得很像做了60分钟的一场梦，我现在还在有一种你知道刚醒来，然后有点懵这样的状态。其实来宁格路就是你可以选择搭那种轻航机，就是一般的小飞机有盖起来的那种，或者是这个。然后我觉得这个小飞机真的非常非常好玩，而且你可以比轻航机飞得更低。我们是真的在那个空拍机的高度，你不只是看风景。你可以看到鲸鱼，两边的海景，然后中间的峡谷地形也超级帅，刚刚好飞在那个云上面，非常非常非常的过瘾。总而言之，大家如果来宁格路的话，记得要搜寻这一间 Bird Eye View， 大力100分的推荐。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是一艘船。然后也是接在这种小飞机上，所以它是可以降落在海上的。教练说他会开着这个去打鱼，然后就是在他要下的地方直接降落，它可以停在水上，然后打完之后再飞起来。澳洲人真的太屌了，我真的有点就是被吓到。希望之后有机会来体验搭飞机打鱼。我们最后离开前呢，还得到一个小礼物，这个是杯套。然后刚刚它的飞机侧边其实是有放那个 GoPro 的嘛，它直接记忆卡送我们，拿着这张卡去订他们的那些出海行程，可以折100澳币，2000台币，很多哎。对，然后或者是说呢，有朋友想要去搭飞机的话，可以有9折的优惠。有看到影片的人，你真的要来这个地方，可以私讯我，我会想办法把这张券给你，好吗？强力的推荐大家就是选日出或日落场参加。我觉得刚开始飞那半个小时真的太漂亮。We were fools in love together。好可爱哦！我们现在来的点呢叫做 Red Bluff， 然后从停车场这样子要一路走过去，那边有一个观景台。我在猜呢，这一区的意思就是这个 Carberry 国家公园，应该就有点像是那个墨尔本之前有去那个大洋路很像，它就是一条很漂亮的海景，然后中间有很多点可以停。现在这个 Red Cliff 就是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两个人在前面有点浪漫。你们两个人可以再过分一点哦。那我男朋友在门口开会，他在开会，对，他怕总来这里没有网络。这边的悬崖，这边的地质是由一种古老的砂石就是形成的，但是这边的地板都是红色的。这里早期有一些荷兰的探险家来探险，然后也有一些船就在这边给沉了。在 Google Map 上写的一个观景点，赶快去看一下。哇，有粉欸，更清楚。这一区会是粉红色呢，是因为这个湖里面有大量的某一种嗜盐的藻类跟细菌，总之就是某一种微生物，然后它们会分泌出红色素，然后就会让这个湖整个都变成粉红色的。看起来跳进去会变成那个绿的巨人。你不想，因为它其实实际上看起来有点粉粉灰灰的感觉，其实有点恶，抱歉。我们这样子的视野，你看到吗？它其实就是淡粉红，但刚刚用空拍机飞到正上方的时候，它是更饱和一点的粉红色。但我其实自己觉得，我没有很推荐自己看夕阳。傍晚的时候，其实你们看水面上的风比较大，它那个反光啊，其实会让你肉眼看到的那个粉红色更不明显。
所以我觉得如果让我再安排一次行程的话，我会想把这里安排在早上，就可以在比较顺光的状况下看到这个粉红湖，还是一个可以来看看的地方啦，蛮特别的。但是就是不用把它想得太梦幻，其实实际上看起来有点灰灰。现在呢是我们在西澳的最后一天，我们是一群非常有始有终的人。我们现在回到了这间 Areno， 就是我们第一天来爆买的一间店。其实我们这几天呢，潜水以外的时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逛街，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澳洲这边也是潜水非常的盛行嘛，这边真的有很多台湾比较找不到的款式，然后像防寒衣啊、头套那些也有厚度更厚的。这几天只要遇到潜水相关用品的店，我们每个人都疯掉。所以大家记得，如果你要来西澳的话呢，你反正应该是一定会来博斯，所以我觉得可以把这间店存起来，趁大家逛街的时候访问一下所有人对于这一趟的心得。来，博君这次花钱花的满意吗？这一整趟超满意。那有什么遗憾吗？开飞机台可以，但这是圆满的。这样下一次有再来的理由。有。凯仁这次花钱花的快乐吗？花的心在堂姐，真的很开心。我们来访问一下海蓝堡的团长，大家想要看大吃惊的话，哪里比较适合？我觉得今年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东家比较适合，因为能见度的关系。然后我们真的看到比较多的 hero。对，然后还有母子界的状况比较稳定，就比较容易靠近它，跟它碰头，甚至拍到照片。这里的话就是水上看到很多啦，对，到处喷气。西澳这边它追求就不只是大吃惊，是整个生活体验很不一样。但东家就是大吃惊。对，全然的大吃惊。想要看大吃惊的话，还是可以参加明年的海蓝堡的团，但是这里不会开团，西澳不会开团。大吃惊看得爽吗？开心、快乐、满意。可以帮粉丝问一个问题，怎么样？粉丝你好，好凶，不要凶我的粉丝哦。我没有凶啊，没有，我帮大家问说，要去看大吃惊的话，哪里比较推荐？如果不太会潜水的话，我觉得这边。OK。所以如果你没有想要每天都出海的话，就来这边；如果你想要每天都一直出海、泡出海、泡澡，去东家。哦，很好的建议，都看得到。但是西澳这边就是还有一些其他事情可以做，而且你可以去一天，那一天大家就会看到。你去东家一天，其他天就不知道干嘛，然后也可能那天看不到。哇，谢谢团长，你的讲解非常的好。好，再次谢谢我们理查安排这次的行程。然后大家有什么西澳相关的问题可以问他，但是要有礼貌。OK。好的，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次的影片。对，这次这个西澳行程真的算是比较冷门一点啦。然后最后想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有像我们一样，就是来考船长自己租船自己出海的话，一定要遵守当地的规定，然后也要注意安全，然后或者是就是直接来参加行程，我也觉得很好玩。下一个潜水目的地应该有可能会是巴厘岛，我想要去看 Mola Mola， 因为它的8、9月刚好是季节，大家也可以预祝我找到Mola Mola成功，然后或者是可以在影片底下敲碗，下次还有什么潜水行程想要我去解锁的。那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喜欢影片的话帮一个喜欢，可以把影片分享给所有喜欢潜水的朋友。然后就是这样子，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拜拜。来给你们看一下这里可以逛到的 T 恤，超级漂亮，它是大赤金的，然后背面是跳起来的大赤金夕阳跟灯塔，这边是尼格路很有名的景点。还有这种短板很好听，后面是之前的人，然后那个内塔游泳，我直接买爆。大家来这边不要带装备来，也不要带衣服来，行李箱空的，带内衣裤就好。